嗨，大家好。今天我看的天气还算不错啊，有阴有晴，气温呢也不算特别高，大概34度左右啊。所以呢，特地就出来骑行一下。今天呢是开着车来到了顺德的北窖。一个非常熟悉但是又感到陌生的地方。我呢开车过来啊，把车停到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叫万联广场的停车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总是有些晕头转向，摸不到头脑。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来过或者经过北窖这个地方了。完全跟我记忆啊，或者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我今天呢，把导航啊是导到了北窖公园，因为那边呢有一个地铁站，就是7号线的延长线的一个地铁站。原本呢，搭地铁过来可能更方便。从祈福新村呢，市广路地铁站搭22号线。到了南站以后呢，就可以换乘7号线。但是以前呢，因为也没有试过啊。再说呢，我看从祈福新村开车到北窖公园，大概也就是半个来小时。而且以前到顺德这边来呢，都是开车来的，这段路呢，应该还算比较熟悉。所以呢，还是开着车出来。但是没想到啊。北窖公园附近啊，根本就没办法停到车。这里呢，完全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什么路啊，走到这边呢，就是一个美的的职业广场。不知道这条大道是不是美的大道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光景啊，谁能够想象这边呢以前是一个县城当中的一个小镇啊？这个地方呢，真的是感恩于改革开放给它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啊！经过了3代人的努力，现在呢，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城区，自成一体，而且展示的这些风貌呢，跟佛山市里面，乃至于广州市里面呢，一点都不亚于啊这样的一些大城的这种感觉。而且呢，整体上来看啊，这些商业中心的分布边上的这些公园绿化啊，就初一看呢，好像更为宽敞，布局呢更为现代。
刚刚呢，我错过了在北窖公园附近停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也不知道啊，我导的这个目的地啊，现在处在哪一个位置？我也懒得拿手机出来看，我就看到这个地下呢有专门的单车骑行道啊，所以呢我就干脆啊沿着这个单车骑行道来围着这个商业中心呢骑一阵，看一看。这边呢是华人万家的一个大超市啊，就在右手边。楼下呢还有一些快餐店，像肯德基啊、麦当劳之类吧。看到有一个 7-Eleven 啊，我去买2支水。好。请使用微信刷脸部付款码支付，支付成功前请不要走开哦。好，谢谢。2号收银机成功支付，欢迎下次光临。看见有一个 7-Eleven， 我就到这个店里面啊买了2支可乐。今天出来的时候呢，也忘了带水了。现在我基本上啊，95%都是忘记打开我这个骑行的 APP， 来监测我运动量啊、骑的路程等等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呢，顺德给人的感觉啊，日渐的大气啊。完全跟以前啊给大家留下的一个乡镇的这种印象啊，已经相去甚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称之为北窖广场啊？我看见前面有一个中式的像凯旋门一样的一个门楼，写着北窖门。前面呢还有一个瀑布，上面还有一个放牛娃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形象。
整体的这个感觉呢，就像我们去到大良的顺峰山公园啊，见到那个巨大的牌坊一样啊。这边呢还是很有气势，很有气派啊。这个地方的地铁站呢，就是北窖公园站啊，并且还有一个石刻的雕塑，写着北窖人。这个公园啊，本身呢就有很多的这些绿植、大树。边上的沿街的马路呢，也都是遍植了树木，整体感觉呢，就是一个绿色葱茏的一个大公园。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目的啊，所以呢，就骑着这个车在这个公园里面随处转一转。其实我刚刚开车啊，已经兜了一圈啊，因为实在找不到停车位。看到对面的一个建筑呢，是北窖自助图书馆。在前面那个棕色的房子呢，是北窖市民活动中心。这个是北窖公园里面附带的一个儿童玩耍的一个乐园。魅力小镇，北窖印记。60年风雨人和事啊，这是关于北窖的一个历史的展示墙。我们也来浏览一下。北窖呢，只有60年建制历史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边呢，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78年到81年的一个北窖公社的党委书记啊，应该算是一个发展的带头人。美的集团的创始人何享健，碧桂园集团的创始人杨国强。盈丰集团的董事长、总裁何建峰，碧桂园的太子女，现在的当家人杨惠妍。反正呢，把这个碧江的老书记啊，放在这些资本或者说企业大佬的后面啊，还是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啊。这边呢有无数的企业，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数字啊，都是北窖镇这么一个镇的60年的经济的数据的变化。我就是刚刚在这个北窖公园这边稍微骑行了半圈啊，确实感觉到啊。顺德人民北窖镇的村民们呢，值得为自己的发展自豪。好，我们呢继续再用我们的眼睛，请大家跟随着我的骑行去看一看顺德北窖镇的新貌。刚才看到这个北窖市民活动中心边上呢，还有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并且呢有一个北窖慈善会和北窖镇青少年文化宫，还有北窖的档案馆等等，组成了一组
棕色的这个建筑啊，非常的稳重。应该说今天还是一个骑行的不错的天气啊。现在呢，太阳呢就躲到了云层后面，听着知了声，迎着微风，在北教公园这个北教门广场这边有个大的一个石头上刻着5个字“北教门广场”，迎着这个北教门，我们来骑行一下。同时也感叹一下啊，这个60年，更重要的应该这个30-40年的这个巨大的发展变化。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我眼前的这个北教门，完全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可以媲美一个凯旋门。看我的视频的朋友们，大家感觉怎么样？看到马路对面呢，还保留着一片小森林，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啊，带着年幼的孩子呢，在这个公园附近啊，席地而坐。现在呢，我就骑到对面的这个小森林公园里面去看一看。看来这边呢，就是北教镇的一个最中心的地段啊。我相信呢，各种政府的部门、行政事务的机构啊，都在这个附近。再加上呢，有很多的商业的群落啊，所以我估计呢，大家很多人都会到这边来办事。明显的感觉这边的停车位是不足的啊，所以大部分人呢都停在路上。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外来人呢，就不愿意去挑战停在外面的风险。所以原本呢，这边是一个公园地带啊。但是这边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对面呢，居然是一个北教镇的信访中心啊！很多人到这边来维权、投诉啊，希望呢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个边上呢，就是一些居民的小区啊。这个居民的小区，虽然这个楼层不是很高啊，大概4-5层，但是这些房子看上去还造型不错。在这样的小马路上悠闲的骑一下也是不错的啊。这边呢，好像还在做一个新的公园。
前方呢就是美的大道了啊。美的大道上啊，飞驰而过很多的泥头车，就意味着这边呢还有很多未完的大型的工事啊，还在建设过程当中。这边的这个应该也是一个社区公园啊，一个水塘里面也有很多的荷花。当然，荷花呢，大部分都已经过了开花的季节了。后面呢是一整排的住宅区，对面呢也是一整排的住宅，感觉环境还是相当宜居的啊。这边呢有一个北窖盆景园啊，但是好像是关着门，我只是看见有人在里面浇花，放了很多的盆景。边上的这个小区叫海晴水岸，从这边可以看到呢，这个社区的花园啊，好像还在整治过程当中，但是呢，这个雏形已经出来了啊，一片翠绿的草坪，中间呢有一些艺术化的建筑物，很多的雕塑，对环境呢是一种美化，对周围的居民呢是一种便利啊。最起码大家在早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可以在这样的花园里面走一走。现在呢，很多的这些城区啊，但凡有发展能力的啊，就是都是越来越往这个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么一个方向在发展。这附近的每一条的街道啊，都整治得相当不错，富有层次的立体型的这些绿化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在这样的居住小区的边上啊，都有延伸出来的绿化带。一直到道路中间的隔离绿化带啊，非常的有层次感。在这边随意的骑车，感觉呢，这个地方啊，好像要比广州很多地方都宜居。一个呢，明显的它的这个密度啊，没有像广州市这样那么高啊。那第二个的话呢，我相信这边的土地啊，还有其他的成本呢，还没有那么高。对于已经富裕起来的顺德人民来讲啊，应该更可负担性，所以呢，相信他们的居住的面积啊，还有整个的这些配套的环境等等的建设呢，都要比那些一线的大城市来的绰绰有余啊。所以我相信这边的老百姓呢，应该是解放不忘毛泽东，开放全靠邓小平。
应该对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啊，怀有一种敬意啊。明显的感觉呢，即便可能现在北教还是一个正的编制吧，但是呢，已经秒杀很多2线城市、3线城市啊。我呢，在向这个北教镇的外围啊，适当的在骑一段路，看看它周边的这些环境怎么样。到目前为止呢，看到的两边啊，还都是全新的一些居民区，还有配套的这些商业设施啊。看到那么多的大楼盘啊，明显的感觉呢，这个地方的繁荣，一开始呢是靠那个招商引资，通过呢建设很多工厂来发展一个外向型的出口为主的这么一个经济啊，然后积攒了一定实力以后呢，就开始了房地产的大规模的开发，所以从目前看得到的这些繁荣的景象呢，基本上也是靠这样的一个城区的改造，各路的房地产开发商追逐利益而来，然后呢，也就是10几20年，就完全呢将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啊。看到了很多知名房地产开发商的他们的名字啊。
明显的感觉呢，这边还有很多的空地啊，还在建设、发展和规划当中啊，有些呢已经拦起了围栏。天气还是比较帮忙的啊，晴了一阵呢，就又阴一阵，不至于在这样的一个路上呢太晒。这边呢有一个应该是收费的园林，叫河园啊，也是北窖公园这个区域改造呢，专门新做了一个，据说是很漂亮的一个园林。我们今天呢就在它外面转一转就好，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参观。所以呢，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在的人呢，早就不满足于挣点钱，仅仅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环境啊，更多的要求呢是希望能够把整个城市的规划、文化的氛围，还有更多的这些绿地、公园等等呢，都把它融为一体，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更加宜居的这么一个环境啊。我个人觉得呢，这种发展的理念，这种生活的理念呢，是值得赞赏的啊。但是呢，它必须是当地有这个经济的实力来支撑才行。这个里面呢，无疑就是河园的院子里面了啊。从这个缝缝里面呢，也可以看到这个院子里面啊，潺潺的流水，池子里面开放的荷花，很多绿植。这边望过去呢，这片区域也不太清楚啊，到底是属于哪里？但是非常的开阔，哦，应该就是君兰社区。那里面呢，应该是有个君兰高尔夫球场。这边呢，非常气派的北窖镇党群服务中心，
这样的一个建筑。我在这边休息一下，喝口水。既然呢已经看到对面应该就是君兰社区，看看能不能骑过去啊，看看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啊。其实就是我刚刚已经到这边来擦了一个边的这么一个地段啊。看到这个楼上啊，有美的君兰江山这样的一个字样，应该是那个楼盘的名字吧。路边呢盛开着兰花草。左手边呢是一个君兰幼儿园，再往前走呢才是君兰大道啊。这边还有一些树荫，还不错，我们就在这个树荫底下呢，尽量往前骑一下。这边的房子呢，明显的右手边里面呢，就是一些别墅、低密度的社区；左手边呢，就是高层的居民楼。看到这个右手边的这些独栋豪宅呀，就想象君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应该不远了。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和佑美和医院啊，应该是一个国际医院。
这边呢还有一个美的的品牌的酒店，感觉这些建筑物啊都相当不错，与这个环境呢融为一体。从这边开始呢，就是君南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啊。打高球的爱好者肯定经常会来这里光顾。我呢已经迷失了方向啊，但是呢，我知道这个附近应该有一段是江边的路，这里有个公交站。好，我们再去随意骑一圈。感觉这边的环境很美啊。这边呢有一个地图，但这个地图看是比较陈旧了啊。上面有潭州水道、伊河两岸滨江景观带、佛山北滘段这么一个牌子啊。所以这边呢，就是他们的滨江这个地方了。看看哪里可以骑下去啊？我们到这个河道边上呢去走一圈吧。我已经看见左侧的河道了，但是呢，我们先在这边稍稍骑道。这个应该是君南河堤路。河道边上呢，整体啊绿化相当不错。我就突然想起，在从化有个崇都山庄啊，它也是边上的有很多的沿河的绿地啊，现在整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这边呢还有洗手间啊，为到这边来游游的人提供方便。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河道了啊。我只是猜测啊，对面的这些房子是不是碧桂园这个社区的房子啊？因为北滘呢是碧桂园的老家。碧桂园就是从北滘这边发展起来的，现在成了全国一个大楼盘啊。看到前面有一座小桥，通过这个小桥呢，应该还可以再骑一段。那我们就沿着那个小桥啊，再去骑行一段吧。